们使这么大劲，放了这么大的稀土牌，竟然没有搞定英伟达的高制程芯片啊，我们亏了，不是这么算的，明白吗？我们算的这个账是我们怎么样能让美国按照我们希望的速度慢慢的落下来，而不是啪嚓摔下来。小点说呢，对我们的投资啊，包括我们的外储啊，包括整个金融市场啊，都有很大的影响。往大点说，是容易导向不可控的热战的，没有必要啊。我们一定要客观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来盘一个总账啊，我们看一下美国在这次博弈里面，它牺牲掉了什么？它牺牲掉的东西跟我们下一步的规划有什么联系？这一点就决定了我们一方面大家的真正的投资、押宝、人生选择，甚至留学规划，以及我们接下来这个牛到底有多高的顶，它决定的是这个事儿。今天咱们先分析一下底在哪儿。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了，是一个箱型的一个震荡。那么底已经被我们这次筑牢了，这个底是怎么筑牢的？我在上半场给大家分析一下，下半场分析一下顶在哪儿，顶是由哪些信号构成的。第三部分下一个阶段的主线，大家看完这场公开直播，再去看我的今天的这个策略，就能理解这个情况其实都在预判之内的啊。下一步的策略已经就是明牌的，我们一点一点来。好，第一步咱们先看底在哪儿，第二步讲顶在哪儿，第三步讲一下怎么应对。咱们自己会员的内部的同志们一会儿去看一下今天的策略，就能安下心来了。现在的波动是很健康很好的一个信号。首先呢，咱先盘一下这个底在哪儿。美国从08年以来这种围堵，简单跟大家盘一下。奥巴马在09年提出来要重返亚太，当时提的是同期在经济上就提出了这个 TTP， 后来改成了 CPTPP， 其实就是一个去中国化的东亚市场要建立起来，把我们踢出去。同时呢，在军事上在地缘上就开始形成了围绕我们的落子啊。在08年咱们奥运会之后啊，美国的印太战略对我们的围堵造成的结果就是环境越来越不友好了嘛。几乎所有做国际合作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早期的话跟日韩的合作是很多的，后来渐渐的就向东盟方向发展，再后来的话东盟也不行，就开始向外走。所以在民间是这样的感觉，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整个大的贸易环境上，其实当时美国是给了这周边的国家很多的利好的。大家要知道啊，美国08年的时候财政预算是 3.88万亿啊，24年的时候已经涨到了 6.9万亿财政支出。那么这里面的财政支出的大头都在哪儿呢？其实两点，一个就是跟我们脱钩带来的物价上涨和整个进入产业投资的所有的物价环节的上涨，那他们的社会保障，他们的政府采购价格其实就在飙升。第二方面是什么呢？第二方面就是跟国家安全相关的内政和外交事项，说白了就是他们让我们周边的国家不和我们做生意，那他要给好处啊，他给的好处是啥呢？对吧？那他又没有生产了，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空心化了，说是进行一些产业转移，他是要带着投资去的，所以每年也是几百上千亿的投资。这里边最冤的就是给谁呢？给印度的。他当时其实给到印度的时候已经是围堵我们的比较靠后的阶段了，之前的这个做法都没成功嘛，给澳大利亚的，给日韩的，包括给蒙古的啊，给东盟的啊，甚至说越南的，早期还是给了不少的，发现没有用啊，就觉得还是印度硬，老先硬啊，还是给老先这个靠谱。所以呢，其实给印度的时候，就是金额、投资和各方面的利好，可以说是美国近50年来最大、最丰厚、最慷慨的一笔合作的。到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每年上千亿的支出，其实都是跟我们相关的支出，都围绕着我们说怎么样能够进行地缘上的、政治上的、舆论上的啊各方面的这种围堵。这种围堵是建立在他要给自己的霸权体系里的盟友以好处的方式实现的。我们周边的国家是拿到援助最多的，其实这就反映在了他从08年一直到现在涨出来了接近3万多亿的财政支出里。这里面一个大头就是因为脱钩断链导致了，那你让印度生产东西，那可不就是贵吗？让欧洲盟友生产东西，价格政府采购价格的上涨，给民众的这种补助的生活补助的，因为期间还跨了一个疫情嘛，那生活的福利的补助的上涨，以及最重要的大头自己在军费以及在相关的地缘的军事和政治的布局上面给出的各种援助利好以及军事支出。这军事支出呢，军费也一样是连年涨，那军费涨也没有新的战场开辟，靠啥呢？早期就是靠我们的威胁，你想说我们要全力准备，后来呢就靠俄乌。本质上来说，你可以认为08年之后美国所有的财政方面的增长，只要打中国牌才能从政府要到钱，只要打了中国牌就可以发国债，就可以来大家各自找个由头得到一个蛋糕。这是美国的内政和美国的外交盟友们都发现的一个好处，就是我打着说来大哥，我知道你要围堵东大，我要参与进来啊，我要帮忙，你给我点好处呗。但实际上呢，就从现在美国搞不定南美就是一个缩影，任何国家的合作我们都不是本着说我给你好处，美国给你好处，我也给你好处，这是谁的做法？这是当时美苏的做法。其实美国当时落子的这些做法
它还是在沿用跟苏联的时候的这种博弈的方式，这也是西方最希望实现的博弈方式，就是把我们塑造成一个假想敌。如果我们去跟他进行地缘争夺，你给好处是吧？我也给好处，你给印度好处是吧？我给的更多。当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其实就是在美苏争霸的时候，发现两边齐强，两边都能要到好处，于是呢就被当成了国策。然而呢，当我们这根本不好使，他不停的骑美国给我们信儿说，你看我都过来了，你不给我点好处，不给你动我们的企业啊，小米、OPPO、vivo， 我也不会给你好处去救，我会不跟你贸易，不跟你投资。这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跟我们贸易往来的会发现这是个长钱，这是一个同时带来就业、生产整个的资源盘活的一个利益输送。可是美国的这种补助，大家明白的，这个钱啊，如果你单给钱，它是不会雨露均沾的。从美国给到任何国家的钱啊，我以前就是做这个事儿的，我是参与到他给钱给各个机构的这件事儿里面的，它是有利益链条的。他给到任何国家里面，其实不会对这个国家或者相关产业有什么好处，他只对那么几个人、几个企业、几个家族有好处。换言之，就是像一片水泥地上，它固定有这个槽，你泼多少水，它都是顺着这个槽流走，它不会在水泥地上平均的渗透下去。所以美国它的援助效果要不是说特别差呢，主张我们要美国援助，我们这个亲美的人，他也干不了事儿，他也没有民意基础，所以他争取不来真正美国想要的全民对我们的围堵，所有人不给我们做生意一个效果。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明智之处，你可以拿美国的援助，你随时回来要跟我做生意，我都欢迎，我跟你一点儿，咱们在商言商，你跟我做的是生意，我跟你就做的是生意，咱们不谈这个政治。你为了政治的事儿，你去拿美国的援助，我也不排斥，我不排他。你拿他的援助，说哥我又回来了，我上次跟你黑脸，我其实就是为了做给老美看的。你看现在钱我要到了，哥咱俩继续做生意呗。我说 OK 没有问题啊，就继续做。所以这一点上，大家可以看。有一个新闻，我觉得其实是特别标志性的一点啊。今天印度罚了苹果40多亿美金，是40多亿美元。苹果今年2005年刚刚可以说在印度能赚着钱，之前就一直在投产，一直在建，一直没有办法生产出来一个完好的合格率达标的这样的苹果手机。苹果在中国的产量是它全球的生产量的90%，现在终于挪了20%，挪了快3年，挪到了印度去，终于在印度能产出来印度的苹果了。之后印度开始收税了，其实就是罚款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这个美国你不是收我税吗？好，那我就罚苹果的钱。这是哪个大聪明就想出来的这种主意呢？这个其实也是西方特别希望我们干的事儿，他怼我们一下，我们怼回去。这种方式特别有利于西方整合它的内部资源，但是我们就不干这个事儿。从08年之后的这部分博弈，咱们就从川普上台18年开始的锻炼脱钩，我们从来不对在我们国内的不管是美企还是欧企做任何的惩罚性的这种拎出来把自己的盟友祭天的这种事情，说啊，为了影响你的利益，为了敲打你，我们不干这个事情。包括我们去选取制裁对象的时候，都是在美国本土的公司，同时是确实对我们有危害的。你像这种巴斯夫这种坚定的投资中国的，我们绝对不可能动它。所以这是一种战略思维，我们这么做不只是做给这些公司的，其实也是给全球投资的有能力投资的这些实体企业和公司看到，哦，中国本土的投资的环境之稳定之靠谱。你想啊，当年大家对西方产生那种不切合实际的，他们有契约精神，在那儿做这个生意有保靠啊，他们肯定所有权，其实不就是一个安全的环境嘛？他做软实力的内容的输出，就是为了让你相信他们。而我们是一个没有内外制度区分的国家，我们因为不执行愚民的政策啊，中国人接受的教育是实实在在的道的教育，不是术的教育。所有的真的关键的一个人安身立命，或者是说一个人无论是草莽还是未来成为大英雄，他该有的知识我们都教，于是就不能做内外制度的这种分别。但西方可以，西方的内制度和外制度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明白这点。他们对内其实是偏法西斯的，他对外开始给你说啊，我们自由民主，它完全是两回事啊。我们呢内外制度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会对外输出说我们有契约精神，我们有我们不动你就不动你，我绝对不会通过惩罚跟我有摩擦的国家的企业，像办印度这种事儿。因为能来中国投资的，其实从利益上讲都是亲华派，大家能明白吧？我们看待政治团体的时候要明白，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越多的钱是从中国这里赚到的，那么在本土靠跟中国赚钱的这批人就会成为坚定的亲中派。亲中派的价值其实就跟现在很多亲美派的价值是一样的，它在国内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又是两党制，他们要竞选，所以利益就会决定他们的政见，决定他们的政治立场。这个不是大家想当然的觉得说这个国家跟我好，那个国家跟我不好，这个国家就很反动，不是的。国家是由人构成的，政党或者是政治体它也是由人构成的，而这些人固定执行的是一派利益的集合体。他们为什么形成政党？他为了维护固定的利益呀，那大家总不能说我看你顺眼嘛，对不对？所以他是为了维护固定的利益才在一起的，那么也就决定了他跟哪儿的利益越稳定越多越长期，这是我们通过经济复利来产生长期的政治复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而且我们成功了。
南美跟我们的态度，所有的国家跟我们的态度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其实就是因为该国的跟我们合作的，咱们说亲中派的利益，它足够大，而且它足够大，它的群众基础还多。刚刚我提到了，之前拿美国援助那跟水泥地似的，就那么几家企业、几家家族、几个政客他能受益，跟我们做生意，它的民众基础是大的，因为这个需求是靠供需形成的，供需关系的流动是生产要素的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可以带动整个网络性的社会的每一个单元集体的利益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也就是中央提出来说，我们看待经济主体的活性的时候，要看四流这个经济主体怎么从四流来判断啊，还有二的来说啊，人流、物流、资金流啊、信息流，这四流开始流动，整个社会实际上就都被发动了起来，整个社会被发动了起来，它就是政治，大家明白吗？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其实也跟这四流有关系，这四流里面其实关乎了社会的每一个层次和单元。那么我们靠这四流来判断国内经济主体的这个活跃度，其实同样可以判断我们跟外部的一个经济体的联系的紧密度，这不是靠单笔多大金额的援助可以改变得了的。看这两天阿根廷又拿了美国的援助啊，美国这边还在敲打说你跟中国的项目会影响我们对你的援助，但是现在阿根廷的民间就在喊了，真正关乎于我们的这个利益的是长远的发展，不是某一次的流动。而本质上说，美国现在作为一个资源国家，它跟阿根廷啊、委内瑞拉呀、跟巴西呀其实是竞争关系。那你说它国内的民众又不傻，你给我这个钱又没落到我手上，只是现在选出来了，但实际上根本就不敢动我们在当地的利益，因为它动了在当地的利益带来的是失业。那要是一失业了，大家是不是又闹起来了？那米莱这个刚选上去了，是不是就又完蛋了？所以咱们退回到我说，中美博弈了这么长时间，一直走的就是美国通过硬造出来的需求，给少部分人掌权的一部分掌权者的这些人钱，然后来保证他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不给钱，也不给好处，跟你做生意，只要做生意发生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这个流动，我们在该国的利益其实就和该国的人民形成了绑定，和所有参与了就业并且当地我们产业所在的那些村庄也好，修的基建也好，因此而受益的民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体，这对我们地缘上的保障和连接才是最根本性的。这也就是美国围堵了这么长时间，又是到处的给好处，又是不停的去搞事情，之前不断的在南海、在西南通过印度，包括最近尹卡卡的这个庭审大家看了吗？当时他是真的要搞政变，他不是想要玩6个小时，就说明这里面美国是很希望把地缘搞乱的。那地缘搞乱嘛，不就是美元潮汐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步骤嘛？那资金就可以开始有避险需求，他都不需要回流到美国，他只要发现说呀，这个地缘不安全，这个时候呢，美元是安全的，我只要把我的资产换成美元，美元潮汐基本上就完成了80%了。回不回流美国其实不重要，它滥发因为你要啊，它就会存在你这儿，你最好就地埋在这里，对美元是最棒的。所以他当时制造了我们这个环 A 牛市，它在虹吸流动性，我们在疫情这个期间啊，日股、韩股啊、印股是吧，甚至东南亚股好漂亮，大家就熊在这里，每天叫天喊地的。它要形成这样的一个态势，好让我们需要突围的科技制造企业没有现金流，因为大家知道产业升级这部分的金字塔顶尖的产业其实是资本敏感型的。人才和资本缺一不可，那换言之就是你没有资本哪来的人才？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把道德高于自己的生存需求。所以其实它形成这个环 A 牛市呢，确实是有效果的，也抽掉了我们一部分人才。但是呢，现在带来的一个很好笑的效果呢，我们本质上来说人还是足够多，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是非常成熟的，所以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因素啊，把我们的人才吸空掉，甚至都达不到伤筋动骨的影响。前两天有个新闻挺火的，说在美国啊，你做 AI 啊，如果不会说中文会受到排挤啊，好多美方团队的技术人员就给总部写这个投诉信，说这个团队的中国成员他们除了开会的时候说英文，私下里技术交流全讲中文，导致说自己不会说中文呢会被排挤。这个投诉信出去了之后呢，有的回复了，有的没回复，回复的意思就是说，那人家都学会了说英文，你要不然也学会一下说中文。其实我们本质上就算出去了，也未必就是给他们做贡献。换言之，这不也是人流的流动吗？那人流流动了，真正信息流流动的载体是什么？是语言啊！大家要明白，如果全用中文训练出来，用中文资料以及中文思维构建出来的这个模型，最后你觉得谁用的比较顺手？在哪里的市场最广阔呢？是不是啊？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不是只看眼前的，我们是要拉长到足够多的空间来看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内部文件，已经不再是以前外部来的冲击啊，我们应对的好不好？现在大家看内部文件，要想的是，我们要是下这步棋，对外部的影响是什么？我们现在其实是在15规划里面第3自然段有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叫做我们已经具备了主动塑造外部地缘环境的有利条件。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晰，就如果你能明白
现在地缘政治是影响各位手里面的权益的最重要的风向。我们如何主动塑造，利用刚刚我给大家强调的长期的跟所有地缘的经济体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往来建立出来的这种控制力，利用这个部分去主动的塑造，就决定了我们接下来手里的权益会往哪个方向走，它的天花板有多高。这个来路和基础很重要，是我们怎么在这个底上往上跳的。我们不是凭空的说我们现在看啊，今天这个板块好了，今天有消息，这些消息并不构成我们长期的趋势。恰恰相反，我昨天也说了，为了精准滴灌是不可以重走美国的金融的老路的。所以我们未来不会成为某个阶段的美国，说我们现在的美国啊，成为70年代的日本，不是的。我们真正的未来的想象力远比西方那套不断的裱糊，该干的事儿不干，该治的病不治，该转型的行不转，不断的用金融业来裱糊，来缓解两党制带来的这种压力和紧张。我们是不会干这个事情的，这个是由我们的地缘环境的策略以及内部的内生性的历史决定的，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明白吧？我们没有两党制，我们就不会通过40年的毫无波动率特别小的长牛来缓解我们的内部矛盾，我们不需要这个做法，那就是个饮鸩止渴嘛。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你政治体制的不同，必然也就决定了我们的一些经济工具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